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一下 Agenda 3的基础使用。Agenda 3已经是这个插件的第3个大版本。关于2呢，一直没有出过介绍的视频，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达到我的使用要求。然后3的话，在交互上做了一些变更，希望它能够更加的符合直觉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础的安装和配置。Agenda 3同时支持了 Web 和插件2个版本。我个人平常用 Web 版本更多一些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Web。我们用浏览器打开 Agenda 的 hidden.com， 然后它会有一个连接错误，这个是因为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下 Logseek。我们先去 Logseek 中打开 API Server， 在右上角设置 Feature， 我这里已经打开过了 API Server。第一次打开的话，需要重启一下软件。打开完之后，右上角会有一个 API 的设置，我们点一下启动服务，点击添加 token， 名字可以随便取，值是123，点击保存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回到网页，刷新一下页面，然后现在网页出来了，只不过还没有任务。到这一步，网页版本的配置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插件版本的配置。插件就比较简单，直接去应用市场搜索安装就可以了。在应用市场中搜索均打，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。正常的话，这里有一个 install 的按钮，点击一下就可以。如果你在右上角没有看到这个 plugin 的按钮，那是因为还没有打开这个功能。我们在设置 feature 之中，在这里打开 plugins 功能就可以。plugin 版本并不需要去设置这个 server 和 token 啊。再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些可选的配置，这个部分我们挪到最后再讲。接下来介绍的就是Agenda 3提供的2个视图。我们在右上角能看到有2个按钮，一个是 Calendar， 一个是 Task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任务视图。任务视图有2个部分，左侧的看板和右侧的 Time Box。这边是一整个看板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Time Box， 主要就是一个时间轴的功能。接下来看一下创建和编辑任务。创建任务可以在看板之中点击这个 Add Task 按钮，也可以在右侧我们拖拽创建。然后这2个任务有一定的区别，话是有一个时间刻度的属性，然后 Test 1的话，它相当于是一个全天的任务。我们先在 Logseek 中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2个任务。然后我希望把 Test 1的时间修改到明天，那么拖拽一下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 Test 1时间已经改成了12月1号，再把它拖回来。如果我希望 Test 1也有一个时间点的话，假如说是放到7点再执行，可以看到 Logseek 之中都已经有对应的修改。
接下来是编辑任务。编辑任务的话，其实这个一样的，我们点击之后保存就可以了。像这里也是可以拖拽的。如果你需要创建一个多天的任务，点击这个 icon， 30号2月1号的，这样的话太少了。30号到8号，明显一点。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Test 3在每一天下均有一个任务卡片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现在任务会多出2个属性，一个是预估时间，一个是实际使用时间，这都是可选的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，先把它去掉。我们 Tesla 2这个任务，我们预估是5点钟开始，一直到6点钟完成。但是实际呢，我们在5点到5点半做了30分钟，然后之后可能会被别人拉过去开会。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开完会，假如说是到了6点，然后我们又工作了1个小时才完成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实际花费时间是1个半小时，预估时间是1个小时。点击保存，但是页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变化。看一下在 Logseq 中，这里已经能够显示实际使用是1个半小时。如果我们希望在Agenda 中也看到，可以打开这个选项 Show Time Log， 这里我已经开过了。但是为什么还是不显示呢？是因为 Time Log 只针对已完成的任务生效。所以我点击一下完成任务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任务在5点到5点半有一卷，然后在6点到7点也有一个记录。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日历视图。日历视图是在切换的地方是在右上角，然后它也是由2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日历，一个是 backlog。现在日历很好理解，它已经展示了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一个 Test 3的多天任务，有2个 Test 2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切到这里看，有2个 Test 2是因为它现在展示的是 Time Log， 并不是实际的日历，而 Test 2的 Time Log 是有2条的。然后右边 Backlog 是空的 ，Backlog 是我们已经创建了任务，但是并没有给它分配时间。我们创建一个新页面。我们创建了一个任务，但是没有时间，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 backlog 之中。然后如何给 backlog 的任务安排时间呢？我们只需要把它拖到时间轴里来就可以了。假如说是安排到明天下午2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 Logseq 之中就能够看到 schedule 已经安排过了时间。但是现在所有的任务，都只有一个颜色。我们看一下如何给它们设置颜色。我们给它的配置可选的颜色，看一下
说明文档。我们选一个绿色。接下来我们回到我Agenda看一下效果，这个任务就已经变成了绿色。如何隐藏日历之中的已完成任务呢？像这个，我们可能每天任务比较多的话，看起来就会比较乱。我们在设置之中隐藏已完成任务，然后这里就会消失。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快捷操作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循环任务。循环任务需要在 logseq 之中去创建。没加上。假如说我们这个任务是每天循环一次，我们回到Agenda里面就能够显示出循环任务的每一条记录了。然后如果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回到插件之中，这个丢了，这是因为我们隐藏了已完成任务。出来了。如果我们看起来这些循环任务太多了，我们只关心下一次循环任务是什么时候，在设置之中打开这个选项，它就只显示循环周期中的第一个事件。好了，到现在的话，基础功能就已经讲完了。我们刚刚还漏了一个东西，可选配置。我们可以隐藏一些我们不需要的数据，比如说我们这个 test2 的任务，它现在有一个 logbook， 这个是记录的那个 timelog 的属性，这个是 logseq 自带的。然后还有一个 agenda， 这个是插件写入的一些自定义的数据。这些东西我们平时其实不需要去关心它的，直接由插件去修改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它隐藏起来。方法就是把这段代码放到 logseq 的 custom CSS 之中。我们先去文档里面找一下这段代码，tips 之中，我们复制一下。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设置，拉到最下方有个 custom CSS， 然后把我们的代码粘贴进来，回到首页，然后我们再回来的话，信息就被隐藏了起来。这一段的话就是我Agenda插入的数据，我们不需要去管它。到现在的话，功能，我们都已经讲完了。我们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说明文档里面有。说明文档的话就在设置的，我看一下插件版吧，就在设置的 About 里面有一个 User Manual。然后这个右边的地址是 GitHub 的仓库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 issue 当中去记录，这样的话方便后续跟踪解决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
分享就到了这里吧，就结束了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